这是我的首战，我已经准备好全力以赴。这是我的最后一战，不打算留下任何遗憾。好，欢迎所有热爱飞盘运动的所有球迷朋友持续的锁定我们 Hub Sports 的现场直播，一起来欣赏113学年度大专杯飞盘争夺锦标赛。在今天我们5月10号星期六，在桃园的元智大学要进行的第2场比赛，将要有高师大要来对上的是国体大。现在在元智大学的现场呢，温度大概还是24度左右，不过就像我们前面第一场看到的，现场的雨势还是相当大。不过因为已经没有打雷了，所以待会比赛是可以顺利的进行，也希望待会呢比赛就可以继续的顺利进行，也希望不要再受到这个打雷的影响了。那今天我们在第2场比赛呢，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飞盘协会的陈国良理事长加入到我们的转播行列。早安，理事长。早，主播早。好，大家早。非常荣幸邀请到理事长来到我们主播台，因为我们今天的开幕典礼呢，因为天候的状况，所以直接取消。那我们这个次的转播呢，请到理事长上来，因为有非常多的事情应该想要请理事长来分享嘛。待会在比赛中就可以请理事长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因为像我是第一次转播到飞盘运动这项赛事，但是我今天刚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热血而且很有趣的一个活动，但是它现在在推广上面好像其实有遇到一些问题嘛。那理事长，您觉得现在飞盘运动要做推广的话，它遇到哪一些的事情呢？好，首先我大概讲一下，因为我大概也是跟场上的年轻人一样的热血。我也是从专科的时候，我以前是念华校工专，从专科的时候我就接触到飞盘运动。那当然可能在资历上面是大家都叫我学长啦，所以我是刚好也是比较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可以调整，所以就来接了这个理事长的职务。那当然接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帮选手建立一个优质的环境，让选手能够有机会到国外去走走看看，然后增进我们飞盘的一个进步跟推广。那首先我大概就讲一下目前台湾的飞盘，我们讲就是现在在场上比的争夺赛的部分，我们目前世界的排名大概在30名左右，30名，我们是30名。那就讲就是说国际赛的一些经验，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在前16种子的话，其实很难跟别人去做比拼啦。那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持续在所谓的国际排名的部分能够去往前进步。是。那在亚洲的部分，我想日本一向是所谓的这项运动的排名在最前面。日本现在在亚洲大概是它世界排名是第5，那亚洲大概是第1。那接下来就是新加坡世界排名是第7，那再来是菲律宾的第12。那因为后面当然就是所谓的纽西兰。那因为这2年其实亚洲区的就是包含大洋洲的澳洲，那澳洲也是排名在世界前10名。那我们希望能够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希望第一阶段能够进入到世界排名前20。那前年的亚锦赛，我们是我们的女子组非常的努力跟认真，我们是打赢了新加坡，所以我们那届是得到第3名。是。那这当然世界排名就很大幅的跃进到排名第23。但是因为国际赛就是你要参加更多的比赛，拿更多的积分，你的国际排名才会往前推。但是这2年因为经费的问题跟训练的问题，所谓因为我们选手出外去比赛都是所谓的自费去参加比赛。那去前年的英国一个人
去2个礼拜至少要花到15万哦，机票就要一个人就要15万，就要15万了。然后因为我们派对的时候，它有分男子组、女子组跟混合组，总共加起来，我们的出去的人员加工作人员、管理跟所谓的防护员的部分，加起来就将近100个人，所以整个经费的筹措是相当困难，相当困难的。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国际排名目前又调回到30名。对，所以这就是其实我们遇到最大的状况，因为理事长刚刚前面跟我们分享的，光是男女生出去比赛加所有的工作人员就要花这么多的费用，但是这些费用都是需要选手可能自费去参赛，但是如果不参加比赛，我们就没有更多的积分可以把我们的 ranking， 把我们的世界排名再往上加，所以总归来说，其实可能还是需要更多，不管是企业啦，或是各地方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的一些经费的挹注嘛。应该这么说了，我们需要是更多的关注。那经费当然是一部分。那因为如果比如说像今天比赛的场地是在我们桃园的元智大学，那元智大学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是透过桃园市的飞盘地方协会、飞盘协会去跟元智大学，因为它是在地这边。跟元智大学这边达成一个算合作的一个租赁，但1年我们也要花到10万块的一个场地的费用。当然，元智这个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场地啦。对。但它也仅限于飞盘争夺赛跟飞盘勇气赛的比赛。那其他的像飞盘高尔夫这个比赛，可能它就比较没有办法在这里设置，因为场地跟障碍的部分不够大。对。好，那场上呢，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快要5分钟的时间。那高师大是白色球衣的，刚刚一开赛已经先得到了1分了。好，那刚刚理事长讲到这个是经费嘛，但是更多人应该是需要关爱的眼神。就像我们这几年，其实我们转播单位也陆续其实转播了蛮多次飞盘运动了，也让更多的球迷朋友，即使是没有第一时间看现场直播的话，也是可以透过我们 YouTube 的这个档案啊来看一下比赛的画面嘛。所以经费这算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对吗？因为你说一般的飞盘运动，它光要入门，其实应该说，其实就像我今天来之前，我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这样运动。所以除了经费之外，那平常在学校推广上面，还有遇到哪一些状况是可以现在再来做改进的吗？没有啦，因为我们所谓的任何的比赛。其实因为它是从美国跟欧洲发展出来的一个运动，那当然在台湾已经接触了也大概有20-30年，但是始终我们一直上不来。当然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场地跟人员的一个培训啊。那像我们这几年，因为一般的来讲出去的大概都至少还有一个所谓的竞争力，就是我们打到前8。打到复赛可能没问题，那主要是因为有像高师大、国体大，还有北体这些学校的一些组成。那当然这些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选材的部分，可能就比较没有问题。那教育训练的部分，我想因为协会这2年一直在推广一个就是所谓的裁判跟教练的一个讲习跟训练，那当然有引进很多的。所谓的国外的一些思维、新的思路来做这些提升啊。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只有持续的去努力。是。那当然从最早的时候，我们飞盘这项运动呢，可能就比较没有像因为它比较不属于热门的活动，它是属于休闲竞技的这个活动。那所以我们选材的部分就是只要你有兴趣就可以来参加，是，那就不会有在选材上面大概就是要身材高大啦，或是速度要快，就是等于是比如说你练田径练的不是很顺遂，你可能就转跑道，可以转个项目，就转个项目转到这边来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所谓的有体能素质比较好的选手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列。是。好，那刚刚穿深色上衣的国立体大刚刚本来是0-1落后，刚刚也把分数给追平了。2队现在场上的比数已经形成了1-1。是。好，那刚刚理事长讲到这个是推广上面嘛，等于说刚刚讲希望有更多的，目前就是用更多的讲习跟训练，希望可以让
更多的选手或者是民众来参与这项项目。是。那我再插个话，就是说，像今年马上我们台北双北这边就有一个所谓的世壮运5月中，对，5月10号开始大概就有所谓的世壮运的比赛。那飞盘也有2个项目是参加到世壮运的项目，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飞盘争夺赛，另外一个就是飞盘的高尔夫飞盘高尔夫这次也分了40岁组的、50岁组跟60岁组的一个竞技，那是在台北市的华中桥体育坊的运动公园来举办。是，那也希望大家民众如果有兴趣，可以到世壮运的网站去看比赛的时间，能够来参观这项活动。对。而且因为其实交通位置也其实蛮方便的，这个有兴趣的，而且这项运动飞盘其实很多人，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这个球评吴承宪威力讲的，大家可能一开始接触是一个很好入门的，所以等于说你有兴趣的话，来现场看一定是最好的，不能的话收看我们现场直播也是 OK 的。是。然后因为目前我们的组织架构里面，就是协会这边下来就是各地方的委员会。那台北市、新北、桃园，就是台中、嘉义、高雄、台南、台东，其实我们都有所谓的分会啦，就是委员会的这个组成。那当然屏东也有，如果说民众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网站上去查一下，就是委员会在这边的联络电话，就可以有知道一些活动跟参与的一些方法，对。好，那飞盘争夺赛当然因为它是这个7对7嘛，目前的竞技就是7对7，都是7对7。那有分男子组、女子组跟混合组，对。是，哇，漂亮的得分，刚是穿白色浅色上衣的高雄师大得到了分数把比数给扳平了，2-2平手。那现在看到的就是所谓的男子组的竞技啦。那也有混合组的，混合组就是所谓的4个男的3个女的在同时在场上做一些传接的动作跟对抗的动作，对。所以这也是它有趣的地方有男子组、女子组，也有混合组。那其实它整个趋势可能因为受限于场地的关系，目前 WFDF 这边也试着在推所谓的5人制的争夺赛。那其实也是因为5人制的可能场地就会缩小一点，在各方面的人员跟竞技就比较容易做一点，就像跟足球一样，你现在有7人制的足球，5人制的也有5人制室内的足球，对，就会比较容易做一些接触跟推广，是不会受限于场地。像今天雨这么大，大家这么热血，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室内的场地，可能就会对选手的压力跟负担可能就会减少很多啦。当然也避免一些所谓的受伤啦。因为从我们画面上看到，现场当然雨势还是非常大，不过因为没有打雷了，哇，漂亮的一个长传哦，对，直接让国立体大得到了分数。没有，刚刚应该是好，我们请理事长来谈一下刚刚这一个 play 好了。哇，其实是一个非常远距离，它是一个大长距离的长传，是，但是应该是有被防守下来。对，而且因为飞盘它是有弧度的，所以刚刚那个 play 其实非常非常的精彩。是，好，两队场上比数现在目前是2-2。那前面有介绍到这个飞盘项目，其实它算是结合了篮球、足球跟美式足球。是，所以它其实以观看的性质来说，其实也是非常刺激的哈。是，因为就是场地是用美式足球的类似所谓的达阵得分的一个计分方式。没错。那在战术上面，大概就是比较倾向于足球的所谓的传接。撞墙式的传接推进，那当然它的一些规则就是有点像篮球的，就是你不能有所谓的直接的身体接触。对。然后它的传球就是你没有办法带着飞盘跑。对。所以它就不能有所谓的走步的一个动作出现。对。
当然因为飞盘是飞行嘛，所以因为天候的关系也会影响到飞行的路径，所以选手怎么样去熟悉飞盘跟控制飞盘跟判断飞盘飞行的路径，这是对选手来讲就是一个挑战啊，就是一个挑战。因为像现在下着雨，有没有下雨，当然也对飞盘的飞行其实会有一定的影响。对，因为你握得住握不住，其实就会影响你投掷的一个准度。对对对，哇，这一场其实两队还蛮焦灼的哦，现在两队是只有1分差距，由高师大暂时1分领先。好，那在这场比赛，这个理事长最后还有什么想要再跟我们补充的吗？难得有这个机会。我想还是回归到刚刚的本质了，就是如果我们当然因为在台湾的体育环境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成绩，你就很难有被关爱啦，还是你要打出成绩之后你才，但是我们还是朝这条路径持续的进步啦。是，那希望署里面也能够看到我们协会的努力跟选手的努力，给我们多一些的资源，那当然包括经费跟人员的这个部分能够给我们一些协助。那我想我们其实以我们的实力，如果我们都能够正常出赛，我觉得我们第一阶段是世界排名前20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亚洲里面至少排名到前4、前5，这个部分我是有信心能够达成的。所以等于以我们现在可能20左右的话，我们现在是30名嘛，我们再往前推10名。那任何一些国际竞赛，可能它的种子大概就最高顺位大概就是16。那当然，如果你到前20，有国家不参赛，你就有机会被递补。但是你这30，你根本连递补的机会都没有。像成都的世运，它就有飞盘高尔夫的项目，但是因为我们积分不够，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派人去参加了。是，对。好，因为种子这件事情攸关着我们需不需要打会外赛。对对对，因为你打比赛就是要花钱，所以这是最实在的问题。是。好，刚刚应该是场上已经又有得分哦。因为理事长您以前您说你也是这个当初也是玩飞盘运动出身的。是。好，场上其实这场比赛打得非常非常焦灼，这场比赛已经进行了15分钟。我们刚刚其实跟理事长。感觉您也是非常诚恳的，愿意跟我们分享很多飞盘运动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是，没有了。我想借由这个转播哈，我们讲 Hard Sport 这个转播能够提升飞盘的能见度，然后让更多民众知道说这项运动到底在玩什么。那我想其实很多我们常常在公园里面看到中年以上的人，他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传跟接。其实对身体的运动各方面其实都是不错，因为它是手眼协调，你要有挥背、甩背，跟我们一般在做所谓的比较软性的一些运动是很类似的。那如果你体能还够，大概就是能够像现在场上的争夺赛去争、去抢、去传、去跑。那我想都有对全民运动来讲都是一个很适合的运动。对身体有帮助之外，而且它有带有竞技的性质，其实是可以提升你整个身心灵的健康。而且你入门这样，你只要有一片飞盘，找一个空地，你就可以2个人，只要20米的空间，你大概就能够做这些动作。对我们的养生啊、健身，培养我们身体，而且它强度不会那么大嘛。所以它也比较不容易受伤，对中年以上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是，好，我们再度感谢我们中华民国飞盘协会的陈国良理事长，谢谢，非常非常愿意有掏心掏肺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您的所见所闻。谢谢，再度谢谢理事长来到我们的转播台，谢谢理事长。那我们也谢谢Sport 伟林Hard Sport 的转播，能够让我们的飞盘能够能见度更高，是能够提升我们飞盘在社会上的一些关注普遍性，然后关注度。是，谢谢。好，非常谢谢理事长加入到我们的转播行列，谢谢理事长，谢谢。好，场上的比数其实依旧是非常焦灼哦，这个两队其实应该是4比3哦，1分的差距。目前比赛已经是大概进行了就要接近18分钟的时间，那比赛是打60分钟，
然后先得到11分的那一个学校呢，将会获得胜利。那我们刚刚第2场前面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民国飞盘协会的陈国良理事长，他也非常这个诚恳哦，跟我们分享非常多的事情。好，前半段邀请完理事长之后呢，后半段我们就依旧邀请到我们的威力吴承宪老师，再回到我们的转播台。好的，刚刚看这场比赛应该打到现在18分钟，双方都是你来我往哦，这样的强度是因为现在是8强。胜队就会进到了4强的排名，所以这2支队伍应该都会希望在这场比赛拿下胜利。对，哇，场上是不是有选手好像被撞到了哈？好，看一下刚刚场上的这个 play， 哎呦，因为防守方好像刹车不及哦。对，这一定不是故意的哦，只是没有注意到后方有一个选手。好，那就是在飞盘场上可以换人的时间点，除了得分以外，就是场上如果选手受伤，就会进行换人。那现在国立体大换了一位选手，刚刚受伤的应该是国体大19号的他们的精神队长，19号的林佩熙下场，然后把26号。如果背号没有错的话，26号宋俊宏下来的应该是19号的林佩熙。对，在场上如果有受伤换人情况之下，刚刚国体下来一个，那高师可以选择是否也要换一个人下来。哦，也可以是可以趁这个机会换一个人做个传席这样子。是。好，在一个颠倒盘的长传，对，颠倒盘长传，哇，非常远距离，可惜哦，最后那个没有接好，掉下来了。对，刚看第3分，国体大也是一个颠倒盘在右边角落得分哦。那这次想要再重试一次，很可惜的，飞盘已经到位了，但是选手并没有有效的接稳飞盘。两队现在仅仅1分的差距，已经要进行到第20分钟了。从我们画面上面看到这个雨势，它的线条啊。非常的粗，从8点钟到现在，雨势几乎没有趋缓的现象。但好在是没有打雷，其实就 OK 了。是，主要这个运动，因为你只要打雷，就一定要休息半小时，所以大家风雨无阻，比赛继续进行，真的越看越觉得热血。而且两队好像其实，在攻守两端感觉都还实力非常的接近哦。对，而且双方的防守的强度也是越来越增加。对。哇，漂亮的一次，这个传球就直接叫传导嘛。对，一个长传的得分哦，是得分的是背号48号的蔡显豪。看一下刚刚这个 play， 哇，漂亮，给到高师大48号的蔡显豪得分，所以场上比数现在变成了5-3。好，场上应该是有喊暂停了。对。国立体大喊出暂停了。对，暂停时间点有2个时间点可以选择，第一个是双方不管任何一方得分之后就可以喊出暂停，或者是您在进攻的时候，您持着飞盘，在想要可能场上的选手比较乱的情况之下，持盘者可以喊出暂停，就走进攻方可以，但是如果比赛当中防守方是不得喊暂停的。目前大表是大概进行了21分半，场上有一个暂停，那暂停是60秒的时间。目前是2分的差距，那先得到6分的时候就会进行休息3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教练，国立体大是苏廷义教练跟池场佑教练2位，都在指导他们场上的选手。那这位戴着帽子的苏廷义教练也是下礼拜世界壮年运动会的选手。世界壮年运动会在下个礼拜在台北的华东桥举行，总共会举行2种项目，一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飞盘争夺赛，另外一个是飞盘高尔夫。从18号到30号的赛程，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可以到场为选手们加油。是。所以我们的赛评威力，你是不是也有参加世壮运？对，我跟刚刚场上的苏廷义教练是同一队的队友这样子，但是他们都还算是在线的选手哈，我已经慢慢的半退役了这样子，所以需要他们队友们帮忙 cover 一下。你现在可能比较算军师类的，对，就是帮忙提水，那就给一些精神粮食这样子。精神粮食算管理职啦。
好，那刚刚这个暂停结束，好，我们看2分差距。暂停过后，国体大会不会有新的一个进攻的策略？可以先在至少高师大在中场之前，然后追进比分哦。现在高师大是采取一个区域防守，是以1个人贴，然后3个人作为强的角度去做包夹他们，让国体的进攻是比较没那么顺畅的。但国体的选手其实传盘能力都还不错，所以慢慢的去突破一些高师的区域防守哦。好，那防守上面规定是不是有一个限制吗？是，防守人只有1个人可以在3公尺之内，剩余的选手必须在持盘者的3公尺之外。哦，刚刚这样国体是属于1对1防守，但高师大目前是属于区域的部分。是，区域就像我们篮球场上面看到，可能用这个2或2位以上的选手做在原来那一位防守者外面呢，做一个区域的防守，这样是刚刚的区域防守导致国体的传导盘那个失误哦。所以飞盘又回到了白色上衣的高师大的手中。这个出盘可能手有点滑哦，然后把这个盘权回到了国立体大。对。24分钟，场上依旧是2分差距。哦，在得分线前面，国体可以把握这次机会。对，国体大，好，非常不错的一次传导。所以国体在暂停回来之后是率先攻下了分数。来看看刚刚这一次的传导，得分是背号1号的谢佑哲。以人数上面来说，国体大其实是好像比对方少了大概有3到4位选手。是。好，国体大追回1分，4比5，剩下1分落后。我刚刚听到场边的一些观众在讨论说，其实这场比赛国体大因为下雨的关系，可能对他们相对有一点点的优势，就是在人数的部分。毕竟他们报名的人数相对比较少，像在昨天整个很艳阳高照的情况之下，体力流失是相对比较多的。但是这种比较阴雨的天气的话，体力流失相对比较少，对于人数比较少的队伍里面，其实是比较好的。就至少并不会受到太阳的影响哈。是。好，国体大刚追回了1分，4比5。高师大只要再得1分哦，如果变6比4，就会进入到中场的休息时间。开盘的是国体大的背号18号队长李威正。李威正。好，这个开盘出界的时候，高师大的选手举手，好，就会到了我们的出界发盘点。开盘方式其实就跟美式足球几乎是很类似的哈。是。那开盘出界可以选择2个地方开始进攻，一个是出界发盘点，另外一个是在出界的飞盘出去的那个地方。哦。所以规则其实都很好懂啊，是没有太大的难度了。好，高师大的进攻，哎呦，有点打滑。好，可能还要再一个传导才有机会得分。哇，这么靠近区域的情况下，但是这个接盘没有接好哦。只要有接好，应该就得分了。得分进入中场。刚刚其实国体后面防守选手已经站错位置了，但是高师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哦。那看国体会把握这次攻守反击的机会。算高师大一个非受迫性失误哈，一接到其实就是得分了，就要进入到中场休息了。对，因为6比4进入中场跟6比5还是有一些的差距啊。对，所以看落后方的国体大可不可以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呢？远距离的传导，看看跳起来谁能够抓到呢？刚刚这种传盘，其实我们都说会比较有风险，是因为一个长传对于进攻方而言只有50%的得分机会哦。我们可以选择的是一片一片倒传，如果4、5个选手去争抢一片飞盘的话，对防守方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你只要让那个飞盘落地，其实对方进攻就无效了哈。对，没有错。好，漂亮的一次传导，给到了白色上衣的高师大得分。所以刚5比4的情况下，这个得到第6分，就会进入到中场休息3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来看到的就是刚刚这个高师大的得分，所以场上的比数现在变成了6比4。
大表时间目前是27分50秒。好，我们待会休息3分钟，待会下半场的比赛就马上开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欢迎再回到高雄师大跟国立体大，这是我们本届大专杯飞盘争夺赛公开男子组的复赛，两队的下半场比赛要准备开始。目前是6比4，由白色上衣的高雄师大暂时的2分领先。但国体大其实在上半场攻势其实也是蛮多的，就看看能不能够把握住最后还有大概29分钟的时间。国体大在昨天的比赛其实是领先到最后被台湾师大逆转哦，掉到了分组第2，对到了另外一组分组第1的高师大。那这两支队伍其实都是实力相当坚强，所以相信下半场的比赛，国体大应该会想尽办法的去变更他们的进攻模式，让看是不是分数可以接近甚至赶上啊。高师现在改变了他们的防守模式，上半场以区域为主，现在回到了人盯人的防守。对，现在看起来是1对1的人盯人。哦哟，一个飞扑超节没有超到，所以看起来就是在下半场改变了这个防守。因为2分领先，其实对高师大来说也并不是很保险哦。是，现在改变策略，看国体大是不是可以掌握一下这个人盯人防守机会。哇，但是人盯人其实就非常消耗体力了。是。好，国体的进攻2分落后，亦步亦趋的慢慢准备要想办法得分。好，示意队友上来做接盘的动作哈。看起来高师大的这个1对1盯人，也让目前落后方的国体大其实付出了很大的体力上面的负担。国体的一个失误，又把盘权交还给了高师。对，哇，这个飞扑哦，非常非常的不错哦，被国体大给扑掉。对，这个传盘可能有点大意了一些。
所以刚刚这个超姐就直接用手把对方的飞盘给直接拨掉。进行到第33分钟。哦，场地相当湿滑哦，没错选手在接盘跟跑的时候需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对，哇，做了一个弧度的传导。啊，得分是背号18号队长，哦，李威正。国体大李威正的得分。看一下，哦呦，飞扑下去，溅起了应该不止一阵，好几阵的水花哦。哦，李威正选手是目前国体大3年级的选手，是哦，他目前的年龄大概9年多的时间，那也是全民运动会新竹市代表队，在去年113年得到了第4名的好成绩。所以大3大概是可能21岁左右，22左右哈。是，所以盘龄有着19年10年，等于说大概就是国小就开始接触这项运动，差不多。对。好，现在国体大戴着帽子，背号8号准备开盘的张恩璇，是台北市代表队的选手。哦，他的开盘是非常的有威力的。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他的开盘，其实让对手是非常不好去做接应的。国体大黑色上衣背号8号的张恩璇，开盘其实是很吃这个选手的，应该算腕力嘛。对，因为我们开盘如果可以开的又远又准的话，其实对手的进攻距离就会拉长这样子。哦呦，他还做一个大转身哦。是，像他这片飞盘的转速应该蛮强的哦，这个接起来是相当的危险，但是高师大还是顺利把它接下来做进攻哦。对，哇，哦呦，这个有个身体碰撞哈。哦，那双方确认一下是接到飞盘之后才撞到，所以飞盘会从持盘者背号69号的张耀祖这边继续进攻。是。哇，刚刚这个碰撞其实还蛮激烈的，对。所以这也是这项运动其实它比较有危险性的地方。是，当然也直接带有着另外的刺激性。好，高师大的进攻6比5，1分差距。像看起来国体也是用好像1对1的盯人方式哦。对。哦，应该是有接到了。对，得分的是背号78号严博义。哦，只要严博义在场上的直播比赛，他们的粉丝都会在 YouTube 上面帮他加油哦。哦，白色上衣高师大78号的严博义。对，那严博义是台中市全民运代表队的选手。那台中市也是上一届的金牌选手啊。是，所以难怪他会有这么多的支持者了。好，严博义的得分帮助高师大现在比数变成了7比5，2分差距。我现在场上看到撑着黑色雨伞的是高师大的教练蔡敬伟。哦，蔡敬伟以前也是 HBL 3名家商的大队的选手。哦，之前打篮球，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认识了飞盘的运动选手，然后转而玩飞盘这样子。是。蔡敬伟教练以前是3名家商，对，就是小娟姐谢玉珍教练的子弟兵，以前是篮球项目，而且是3名家商的大队哈。然后最后因为接触到了飞盘，然后转了项目。哎呀，盘是不是没有接好？对，发生了失误哈。这个手滑，双方都手滑了，各送了一片哦。对。好，现在高师大刚刚因为人盯人，并没有把国体守得很好哦，所以现在要转换成。哦，现在还是一样是半区域的方式哦。是。好，没有争到，依旧在国体大的手中。国体大目前落后2分，要把握时间了，而且要自己想办法得分之外，也不能发生失误。哦呦，还好有拿好。哦，但是现在要做传导，其实都非常辛苦了，因为看起来高师大又回到了一个区域的一个防守。看起来场上目前可能是要决战防守了。哇，这个颠倒盘传得很漂亮，给到前面没有人防守了。对，前面已经有人偷跑了，直接 touchdown score 得分。哇，也显得相当的兴奋哈。国体大追回了1分，看一下刚刚这次的传导。
应该是69号的陈炳宪的传导，就类似一个4分卫的角色了。得分是背号30号林坤宪。嗯，现在还是双方只有1分差距，比赛剩下最后的大概22分钟左右。是，这场比赛是时间终了时，如果领先的队伍达到2分以上，比赛就直接结束。那如果说只有1分差的话，会以领先分数加1分，然后打完该分才会让比赛结束哦。所以现在国体必须要想办法在这一波的防守，看有没有机会把分数扳平。除了扳平之外，假设落后的话，也不能让落后分数差太多。对，因为高师大也已经得到7分了，剩下4分，这场比赛就会结束。1分差。白色上衣的高雄师大的进攻，场边也有看到非常多两校的队友或者是亲友团在场边帮他们来画虾。我们看场地一个长传，这个长传有机会吗？跑在前头，有机会接到吗？接到了，哇！而且他是单手持盘哦，非常的潇洒帅气。看一下刚刚这一次，哇，传一次哦，就直接到位了。哇，越过了多位哦，黑色上衣的国体大的防守者，所以高师大再得1分，8比6。对，这个长传平常练习应该就有在做一些训练哦，双方的默契是非常的好。嗯，比数变成了8比6，又回到了2分差距。大表时间已经快要接近到40分钟了。那我们待会这个第2场高师跟国体的比赛之后呢，这开幕典礼因为已经取消了，所以就待会这场比赛进行完之后，紧接着就要进行的是下一场台体对上高一的赛事，也是男生的赛事，公开男子组的复赛。好，我们看到高师还是一样用区域防守去压迫国体的进攻。对。好，一个假动作，2次的假动作，哇，好像找不太到人传哦。哇，被拍掉了。高师大成功了1次防守，也把飞盘的 position 哦再拿回来。哇，这个传盘一个太大意了。对，也发生了失误，被国立大给拿走。这是国立大的机会了，一个远距离的传盘，有机会接到吗？跳起来，接到了。哇，从选手的肢体动作机看得出来哦，这场比赛真的非常非常的激烈。落后方的国立大得了1分，7比8。刚刚又是透过队长李威正的一个跳接哦，拿下了的国体大第7分。所以国体大如果要追分的话，李威正他们的队长的传导应该是非常非常关键哦。又回到1分差了，8比7。现在看起来国体大在得分进攻上面没太大问题，但是防守部分也没有办法让高师大有效的失误哦，所以这一分相对关键，因为现在7比8，比赛剩下最后19分钟。对，如果可以顺利的拿下一个防守分的话，或许对国体大追平机会比较大。但高师大也是需要藉由他们的流畅进攻，看是不是可以让分数持续的拉开啊。对，拉开。如果对领先方的高师大来说，因为他们就剩3分了。再拿3分就可以直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对，没错。时间上大概还有18、17分钟左右，1分的差距。哇，这个白色球衣已经快要变黄色了，被现场的雨水跟泥泞给受到了影响。好，1分差，高师大的进攻。几个假动作，
场边的队友好像看起来都有在帮忙提点，看要左边还是右边哦。对，因为整个飞盘场的长度跟宽度是非常幅员广阔的哦，所以我们都会说场下的选手要帮忙去做提醒，然后告知场上的队友哪边是空档，或是防守有没有漏掉的选手。对，好，飞盘现在在右路，这稍微往后，远距离的这个传导有接到，防守方没有办法扑哈，所以就让领先方的高师大再得1分。刚这个防守好像国体大可能稍微比较大意了一点，对他并没有交代好哦。因为我们在飞盘场上的防守大概守持盘者的人会守50%到60%左右的，那后面的选手会守另外的40%、50%这样子。那只要站位有个错位，其实就让后面的进攻方是很容易出来接到飞盘的。像刚刚因为最后国体大扑出来那位选手，他的扑只要一没有扑到，其实后面就漏了，所以就直接让对方得分了。对，有点像是棒球的外野手扑球，如果没扑到的话，就会滚到后面，那对手就很容易进垒这样子。而且尤其又是在这么靠近得分区域的情况下，9-7又回到2分差。但也有时候你扑出去会影响到接盘者的一个视线，那或许会干扰到。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选手可以注意安全。对，当然比赛是一回事哦，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好，高师大依旧是从后场，其实就是亦步亦趋的防守。国体大2分落后，要把握时间，而且主要进攻好像真的没什么问题，主要还是在防守上面。好，前面好像看起来已经有人偷跑了。好，几次。好，漂亮！这一次应该也是一个直接的传导得分。对，助攻是背号8号的张恩璇。国体大追回1分，9-8。所以还是跟前面一样，进攻都没有太大问题，主要是对国体大落后的学校来讲，要怎么样守住高师大的这一波进攻就很重要了。是。因为再得到1分，对方就算听牌了，10-8。或许不晓得教练有没有机会改变一些防守的策略因为1对1的防守一直在 force forehand 就让他出正手的状况，无法去抑制高师大的一个进攻的话，是不是转换成 force backhand 就是让他出反手的进攻，或者是改成区域防守，让高师的进攻可以不要那么的顺畅。不然如果再被高师得到2分，就比赛结束了。剩下大概最后14到15分钟的时间。对，这样的时间其实对国体追分其实是还非常充裕，但是必须要有效的去抑制掉高师的进攻但是高师大自己进攻上面也不能有任何的出差错。对。好，开盘之后，白色上衣的高师大9-8，1分的领先。看起来现在也不急就是每一个传导其实都可以更谨慎一点。好，看是要传左边还是传右边呢？好，传左边，回到中路。好，用一个正手往前传，盘是不是掉了？没有接好对，那个刚刚压迫性的防守造成了高师大的一个这个国体又把盘送回去给高师了。哇，这是一个蛮大意的一个非受迫性失误我用一个假动作，哇 ，no looking pass， 给到了前面的队友，哇，那高师大就得到第10分了。哇，这一个传球，待会儿慢动作应该可以，这个传导啦，做得非常非常的潇洒帅气好，看一下，好，往前传之后，就在这边。传完之后，他的眼神还是看向了另外一边哇，这样就听牌啦，10-8。对，高师大在这一场比赛最后一次的开盘那国体大要把握一下，这一分不能再有任何的一些出差错。尤其刚刚其实已经是有一个对方的失误之后的一个转换很可惜分数国体大并没有拿到。
大表准备要进入到第48分钟，2分差距。国体大只要把这分拿下，就算时间终了的话，还是会抢到第11分哦。好，看看这一次国体大的进攻。对，高师大看起来是一个区域防守的阵型。对，还是用区域一个防守者之外，大概会有2名的防守者在旁边协防。会遇到这样区域防守，是看到对手的可能控盘选手相对比较少一些，那就用区域防守来压迫。哦呦，差一点点，还好有拿好。哇，这个传盘还好有接到。对，有点惊险。好，对方2位的防守者出来扑，但没有扑到。国体大要小心，哇，掉了，盘掉了，那要小心。对方要打一个转换快攻的立足未稳，不能让高师大再得分，要不然比赛就结束了。高师大也失误了。哇，今天看到好多飞盘，就是对方失误，那我也再还回去哦。双方都蛮客气的。可能都是在对方失误之后想要打快但是忙中都有出错，所以飞盘又回到了落后方的国体大手中。时间是还有大概10分钟左右。哇，一个长传，远距离的长传，有机会接到吗？掉了，掉下来。好像高师大也不急慢慢的走过去捡飞盘，因为时间对他们是相对是有利的。对，领先方是10比8那时间其实还有大概10分钟，所以慢慢用走的啦，没有这个走路上面或者接盘其实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嘛。是接盘之后，我们防守者会读秒10秒，你在有防守者情况之下，你只有10秒的攻击机会。但现在走过来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可是当然您不能有那个就是运动精神的问题故意去拖时间，这就不好这样子。对，所以演技要熟练一点。是，然后我们双方其实有精神队长，如果运动精神的问题，精神队长会出来做协调沟通这样子。是，好，现在在国体大的家门口了，看有没有机会拿下这1分。对，国体大的机会已经走到家门口了。国体的高师还是采取一个区域防守这样的后面可能会有漏掉人的可能性对，国体大目前落后2分，这分一定要想办法稳稳的拿下来才行。哇！但是高师大防守其实也是压迫了对方，其实很难做传导。好，应该是有得分了，进入到得分区，国体大追回1分，9比10，剩下1分落后。目前国立体大9比10，差1分对，这1分其实我们可以回想到整场比赛就在第1分开盘之后，国体大的一个进攻失误，然后高师大来一个 mini break 就到现在。所以其实，在飞盘场上，你如果实力相当的2支队伍，只要一个失误被得分之后，大概比赛就会这样的节奏到终了然后看国体大在最后1分的防守有没有机会压迫高师的进攻因为这2队看起来真的实力非常相近主要可能比的还是哪一边把握住对方的非收获性之物之后的那个进攻回合。场上有喊出了一个暂停对，暂停时间60秒钟，高师可能要再采取一个最后一波的一个进攻模式。那国体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点来互相沟通一下，我们的防守是不是有机会让高师有攻守转换的机会这场比赛赢的进入4强，输了只能打5、6、7、8名。对所以相较对2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明天我们5月11号星期天，我们也依旧会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服务。明天当然是这个男生跟女生组的冠军战，另外季军战也都会依序的来进行。冠军战的时间就比今天的60分钟更久了冠军战是打90分钟15分，是，所以双方的体能经过3天的比赛，相信到明天最后一场一定是全力以赴对，明天依旧是从早上8点钟会开始，明天会为大家带来5场的现场直播，今天则是有7场的赛事。
目前是7场当中的第二场比赛。好，暂停回来，大表目前是准备要进入到第53分钟。国体大9比10，1分的暂时落后，主要是这一波的防守了。好，这是很漂亮的开盘哦，对，开在界内。好，开出来之后，看看国体大这次的防守有没有办法限制对方，而且可能要想办法把盘给拿回来。好，这个远距离的传导，哦，高斯少见的一个传盘失误哈。哦，刚刚传盘出界之后，会以出界的点为国体大进攻的位置。所以刚刚出界的点虽然是在大概帐篷左右的方向哦，所以双方确认之后。现在换国体的进攻哦，对，这是国体大的机会了。对，国体大刚持盘的是1号的谢佑哲。哇，这个传盘，有机会拿到吗？哦，出界了，出了底线了，出底线了。我刚刚前面一个多打少，其实是可以稍微再更稳一些些哦，可是可能看到前面队友太兴奋了，哦，一个出盘太过大力。好，那看高斯可不可以把握一下。所以国体大看起来现在就是用一个赌博性的抄截，想办法把对方的飞盘给夺回来。好，很快的往前送，场边队友一直喊左手。高斯其实进攻利用了整个飞盘的左右两侧的空间，他们的传导能力是非常的优异。高斯也是上一届大专杯的冠军队伍哦，今年是来寻求连霸的，所以不愧是。这个卫冕军团队的实力依旧是非常的坚强。好，这次的传导，哇，接到了，那这样比赛就结束了是这样比赛11比9哇，所以在这场其实非常焦灼的比赛当中呢，国体大其实下半场也展现了其实很好的韧性不过最后还是让高师大最后拿下了第11分。对，其实双方都有一些不小心的一些失误了但是看谁的失误相对较少，就有机会拿下这场比赛胜利。也恭喜高师进入到4强。没错，好，再度的恭喜高雄师大，这是公开男子组的高雄师大进入到了最后4强，所以恭喜高师大以11比9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我们待会呢，因为开幕典礼是因为天候的因素直接取消了，所以待会会继续的进行第3场的比赛了。好，我们今天第2场的转播到这边完全结束，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